不要用它，直接把它扔到一边，或者送给自己讨厌的人。我用的这个连起来可能可以绕小区一圈。嗨，我是呱呱，新年快乐！2020年的第一支视频呢，就是一支空瓶记。我这次攒的空瓶真的是蛮多的，这个筐子呢就已经有点放不下，快要掉出来了。我自己是挺喜欢看空瓶记、拍空瓶记的，因为我觉得用完这些东西之后，我的使用感才是比较真实、比较靠谱的。今天我的空瓶记呢，有护肤品，有清洁用品，也有一些彩妆，内容还算比较丰富的。因为它们都堆在一起了，所以我就抓到哪一个就跟大家分享哪一个吧。首先呢，就是2个身体乳，这2个身体乳呢都是那种便宜大碗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身体乳的要求不是很高，只要它能够保湿，让我的皮肤不会干燥，在冬天的时候脱皮，我觉得就足够了。先说这一个吧。这个身体乳呢，在美国真的是所有超市你都能买得到，而且它非常的便宜。我记得在 Costco 你只用花很低的价钱，你就可以买2个这么大 size 的身体乳回家。我当时买了之后，我自己就用了这一个，剩下那个呢我就给我妈妈用了。我妈妈也觉得就是它无功无过吧，保湿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说它有个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呢？我是没有发现，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浓烈的味道。它的保湿程度呢也是 OK 的，我的皮肤其实是很干燥。而且大家也知道加州的气候也很干燥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每天晚上洗完澡用它，我到第2天我的皮肤还算是一个比较滋润的情况。我对它唯一不太满意的就是涂上它之后吸收的没有那么快，你需要让你的皮肤吸收一段时间才可以没有那么黏，不然如果你涂完它之后你就立刻穿睡裤啊什么的，你会感觉睡裤粘在身上就不是很舒服。如果你对身体乳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的话，只是希望达到一个保湿的效果，那我觉得这一瓶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接下来的这一个呢，就是 Olay 的美白身体乳。我记得我当时是打折买的它，也是很便宜，几美刀就买了这么一大瓶。然后因为他说它是含有比较高浓度的烟酰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冬天来了，我每天涂身体乳的时候，如果它可以给我起到美白的效果的话，那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我知道 Olay 的这个美白身体乳，它其实是分很多版本的。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买过那个金色的，就肖战代言的那个版本，然后在美国呢就是这个紫色瓶盖的这个版本。它们2个的区别，我觉得是国内那个版本更容易吸收一点，这个美国的版本呢，它就有一点更粘稠，涂在身上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吸收。然后这个身体乳呢，它的味道特别的浓，你如果擦在身上，可能要好久好久那个味道才能散去。但是我个人是不太讨厌这个味道的，对于我来说就可以，我可以接受，并且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挺好闻。如果你是特别不喜欢这种很香精的椰子味的那种人呢，那我觉得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再买这个身体乳。这个身体乳的美白效果呢，我自己是没有发现。我平时出门其实防晒做的都挺好的，只要是暴露在阳光下的地方，我一定都会擦防晒或者是穿长裤长袖。所以用完了一大瓶，我也没有发现自己有变白，但是也没有变黑。所以你想要知道它的美白效果好不好的话呢，我是没有办法告诉你的，你可能需要在网上去找一些其他的功课。但是保湿效果我觉得是还 OK 的。那你说它会不会回购呢？我当时是买了2大瓶，我还有1瓶满满的还正在用。用完那1瓶之后，我肯定是不会回购它，因为我想要多尝试一些其他种类的嘛。接下来呢，就是2瓶这个玉肌的洗发水和沐浴露。我先说这个沐浴露吧。这个沐浴露呢，我自己是觉得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味道是挺好闻的。这个牌子呢，我觉得它全线的味道都还不错，而且它瓶子的颜值真的非常的高。如果你是一个很看脸、很看包装的人，那么我觉得这个沐浴露你买了也不会有什么错，因为它起泡洗的也还蛮浓密的，味道也挺好闻，洗完之后身上也感觉挺干净的，就没有什么大缺点。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没有什么优点，而且还价格比较高。用完了我现在正在用那1瓶之后，我应该是不会回购它的沐浴露了，因为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说还是稍微低了一点点。
然后呢，就是一样是玉姬的洗发水。这个洗发水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好用的。首先还是它的味道很好闻，我买的味道都是004，应该是栀子花吧，我觉得还挺好闻的。我之前有去闻过那个玫瑰花，玫瑰花也是挺好闻的。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挑选你想要买什么味道的。对比起刚刚那个沐浴露呢，我觉得洗发水就会好用很多。我自己的发质是那种第1、2天会很蓬松，但是到了第3天可能就会比较有点塌下来的那种发质。但是我用了这个玉姬的洗发水之后，我第1、2天的时候头发那个蓬松的感觉就是刚刚好，它不仅蓬松，它还很柔软。到了第3、4天的时候，它照样还是会油嘛。如果你是忍受不了那么多天不洗头的人，你肯定就会去洗头了。但如果你像我一样，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不爱洗头的话呢，第3、4天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之前有用过一些洗发水，到了第2天就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所以这个洗发水呢，我用完之后，我可能会尝试一些其他品牌的洗发水。我最近非常的难过，我相信很多90后都会有的烦恼就是掉头发。我个人的头发呢是那种很多很重很浓密的人，但是我最近掉头发掉的真的是心很累，每天洗澡之前头发就是一把一把的掉，跟不要钱似的。我感觉我每天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儿可能人到中年就会经历掉头发这件事儿。好在我本身头发的基础是还不错的，所以每天掉这么多还看起来不是有要秃了的迹象。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悬崖勒马，不能让它再这么掉下去了。用完这个玉姬的囤货之后呢，我可能会去寻找一些防脱洗发水。就如果大家有什么使用感特别好的防脱洗发水的话，欢迎你们弹幕评论，就赶紧告诉我私信，就我真的太需要了。人真的是不能对自己太有自信。我以前就是仗着自己头发特别多，就觉得脱发秃顶这个事儿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谁知道这我还没到30呢，我现在就已经有了这个脱发危机了。如果正在看视频的你还年轻，还没有开始经历脱发的话，我希望你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饮食，每天规律的生活，不要再作死，让自己以后去经历脱发的这么一个可能。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Fino 的发膜。这个发膜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家喻户晓，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发膜了。它有多好用呢？我觉得也不需要我用太多的词语来形容它了，因为它就是好用。它的口碑摆在这里，如果它不好用的话，它也不可能卖这么多出去，对不对？而且这个发膜真的非常的经用，我这一罐也是用了好久好久才用完的。然后我现在新开了一罐在浴室，我感觉我已经挖了这么长时间了，它还是看起来满满的，没有什么消耗的那种感觉。这个发膜呢，我特别喜欢它的就是有时候我洗完头发我头发会感觉有一些涩涩的，就不是很顺，但是我只要用了这个发膜，隔了几分钟之后把它洗掉，我的头发就会感觉丝般顺滑，非常的爽，自己忍不住都要多摸几下的那种爽。这就是为什么我买洗发水基本上不会去买它配套的护发素，因为我不需要护发素，我有 Fino 的发膜。接下来呢，这一个洗发水它是专门针对抑制性头皮屑的人的。小付他的头皮其实是有一点抑制性皮炎的，所以他之前头皮屑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我妈看到他都会觉得你的头皮屑怎么会这么严重，然后一直安利他用白醋去洗头。然后小付用白醋洗完头之后，整个人身上就会冒出白醋的味道，而且那个头皮屑还是根本没有什么好转。我发现家长都是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偏方让我们去尝试，但是我这个人呢，本着一个比较相信科学、崇尚科学的一个理念，我就去查了它的这一种头皮屑呢，因为是抑制性皮炎引起的，它就可以用一些带有特殊成分的洗发水来洗头，这样子头皮屑的情况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我给他买的这一个呢，它是含有1%的酮康唑的，效果呢是非常不错的。他用了2、3次之后，他的头皮屑就不见了。以前就是一个头皮屑非常严重的人，但是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真的就是完全的好了。他现在不会每一次洗头都用这个洗发水，可能就是1个星期用个1、2次，平时呢就是用普通的洗发水来洗头。现在目前为止，他的头发就非常的干爽，完全没有头皮屑的困扰了。如果你是一个因为抑制性皮炎而不停的产生头皮屑的人呢，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含有酮康唑这个成分的洗发水，它真的是在小付的身上非常好用，拯救了他的人生。
这个呢就是一个 Three 的卸妆油。这个卸妆油我记得在我去年还是什么时候的年度最爱的视频里面有和大家分享过。我觉得它是我最爱的卸妆油。对，它到目前为止也还是我最喜欢的卸妆油的前3名，几乎是不可撼动的那种地位。我现在呢，因为用完了它，我想尝试一些其他的牌子，我手上的囤货都还没有用完，所以我暂时没有回购。但是我相信我用完了我手上的囤货之后，我应该是会再去回购一个这个 Three 的卸妆油的。它真的是很好用，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如果是油性皮肤都会非常友好的一个卸妆油，因为它非常容易乳化，而且乳化的也很彻底。如果你总是担心卸妆油没办法乳化，然后残留在脸上的话，那我觉得这个 Three 卸妆油可能会非常适合你，我爱它。这个呢，就是每一次口笔记都要提到的，我已经不想再提到它的曼丹眼唇卸妆液。这个东西我就用完了1瓶，我再去买3瓶囤起来的那种节奏。它真的是太好用了，它卸的也非常干净，不会去拉扯我的皮肤。总之就是好用好用。如果你还没有用过它的话，你一定要去尝试它，真的太好用了。接着呢，就是2款洗面乳。这2个洗面乳呢，我先来说这个吧。我用完了2罐这个 Free Plus 的洗面奶。这个洗面奶呢，真的是很好用，我也是不停的回购的一个牌子。它在我脸上就是完美的适合我的皮肤。每次用完它之后，我可以感觉自己的皮肤被清洗的很干净，每个毛孔都很透气，但是又不会有搓盘子或者是假滑的迹象。它是氨基酸的洗面奶，对于我这种现在皮肤比较干燥的情况，它也是非常适合的，不会让我的皮肤出现敏感啊，或者是其他清洁过度的情况。这个洗面奶啊，它真的是我此生最爱。我尝试过很多不同牌子的洗面奶 ，Free Plus 一直是我心中的那个白月光，它真的是最爱最好用，我爱死它了。下一个洗面奶呢，就是这个资生堂的洗颜专科这个蓝色的洗面奶。我当时是因为我去一个地方旅游，我忘记带洗面奶了，我就在当地的日本超市随便就选中了这一个，毕竟它上面写的第1位嘛，而且它也是声名远播，所以我就想说给它一个机会尝试一下吧。但是用完了这一罐呢，我是应该不会再去回购它了，因为这个洗面奶呢，它在我的脸上就有一点太干净了。我每次洗完它，我感觉我的皮肤有一点很紧绷，搓盘子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我的皮肤啊，连皱纹都会增加了，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油性皮肤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洗颜专科。但是我的皮肤现在是基本不会出油的，我如果用这一个洗面奶的话，洗完之后我皮肤真的会感觉很紧绷，很难受，所以用完这一瓶我是肯定不会再回购它的啦。哎，你们看啊，这2瓶最后的一点点都是小腹用完的。我发现男生啊，真的是他们最后这个东西挤不出来的时候，他们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挤，然后女生呢基本上用就是这么去挤，把它挤完最后一点点。所以这2个用完的这个瓶子啊，真的是非常的丑，我现在眼都不想看到他们。直男真的是太不细致了。然后呢，就是一管佳洁士的3D 美白牙膏。这个牙膏呢，是我一直在用的。我在我之前的美白牙齿的视频里面和大家提过，因为我个人是比较重视牙齿美白这一个事情的。我平时偶尔会用一些佳洁士的美白牙贴，用完牙贴之后，我肯定想要尽可能的保持自己的牙齿在一个比较白的状态，所以我就买了它同系列的这个3D 美白牙膏来用。而且我是在 Costco 买的，一买就是好几罐牙膏，用下来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喜欢或者是喜欢的感觉，它就是一个牙膏，它的味道我觉得还 OK， 不会感觉刷牙的时候特难受，而且我也是觉得它可能能够尽可能的保持我牙齿美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牙膏。这个呢就是2个 Soft Stone 的止汗石，我对这个止汗石真的是真爱。我用的这个止汗石啊，连起来可能可以绕小区1圈，它真的是太好用了。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腋下挺爱出汗的一个人，特别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出汗的话你不能保证自己完全是没有味道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每天洗完澡之后出门之前，我都会在自己的腋下涂一层这个止汗石，它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很多其他牌子的那种味道会很浓烈，也会很廉价，我就不喜欢那种味道太浓太廉价的感觉。然后它呢正好就是没有什么味道，如果你凑近了去闻，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薄荷味。最主要是它的效果非常的好，用它和没用它的时候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感受。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被腋下出汗这个情况困扰的人，买它。这个呢也还是老朋友了，就是契尔氏的金盏花水。这个金盏花水就是我人生挚爱的化妆水，它们真的是跟我的八字太合了，我爱它。我现在用完了2罐，我之前每一期的空瓶记里面也都会有它的身影，因为它真的是太适合我，太好用了。它可以维持我皮肤的稳定，然后也会有一些水油平衡的效果，也会镇定一些我的肌肤，而且它的花瓣也非常的治愈。如果让我好好夸它的话，我可能可以夸个20分钟。我现在也是在用1囤1的节奏，我一般就是买这个250毫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小刚刚好。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要买什么化妆水来使用的话，你就用它，它肯定是不会出错。这就是 Minom 的乳液，我每天白天是用它，因为晚上我会用一些比较保湿的晚霜，早上用它，我不会感觉自己的皮肤负担太重，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保湿的那个功能在里边的。如果你是一个油性的皮肤，我觉得它也是可以在晚上使用的。总之就是用它不会出错。你如果皮肤敏感，或者是你皮肤正在经历一些状况的话，买它。哎，我最近很喜欢李佳琦啊，看了很多李佳琦的视频，我发现李佳琦真的是有毒。我每次只要听到他说买它，我的手就会不听自己的控制，就想要去下单了。这个呢就是2罐我用的空的 PTR 的青瓜面膜。这个青瓜面膜呢，我也是在我以前的爱用品分享和空瓶记里面来和大家表达过我是多么的爱它。我是把它和我的 NewFace 瘦脸机一起用的，它就是好用，我觉得比什么芦荟胶啊，什么他们自带的凝胶啊都要好用100倍。站在我个人的立场上来说，如果你个人是一个比较偏爱芦荟胶的人，那当然你就去用芦荟胶就好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青瓜面膜就是味道好闻，放在脸上也有一定的保湿效果，然后作为凝胶作为戒指，它也可以做到它的工作。我用它的用量其实是很大的，在 PTR 前段时间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折扣。大家都知道它最大的包装是像那个身体乳一样一罐巨大，然后摁压的那种包装嘛。因为那个时候打折，一瓶折合下来就20几美刀，就那么一大罐，所以我一下就买了2罐。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如果你喜欢用 NewFace， 然后也正在想找一个凝胶的话，那 PTR 的这个青瓜面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NewFace 伴侣。然后呢，又是2个我用完的费洛嘉的眼霜。这个眼霜其实也是费洛嘉的明星产品了，我在以前的视频也有提过。我真的是对于它爱的深沉，我用完了10几瓶了吧，但是我实在是有一点用腻了。我现在在用的是 LGNist 的眼霜，就不是它了。LGNist 那个也挺好用的，保湿程度会比费洛嘉的这个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费洛嘉是一个比较适合在夏天或者是你的皮肤不是那么干燥的人，你可以使用。要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我觉得就是看不到它的用量。我经常就是满心欣喜的挤一挤，发现它突然就没了。然后我有时候如果没有囤货的话，我那天晚上就很难受，没有眼霜用，就整个人就会有一种很难受卡在那里的感觉。但是不得不说，它几乎就是一个没有缺点的眼霜。这是 Olay 的小白瓶，这个小白瓶呢就是叫什么来着？它的别名好像它的别名就叫小白瓶。它是含有烟酰，然后可以美白的嘛。我用完了这一瓶，我个人是觉得没有感受到什么美白的感觉，但是我的好闺蜜她跟我说，她觉得这一个有一点点提亮的效果，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吧。它的优点就是挺好吸收的，我每次就挤这么一滴管在手上，然后弄在脸上，瞬间脸就吸收了，也没有在我的脸上产生什么不好的副作用啊什么的。我个人觉得使用感还不错，但是效果吧就一般般。其实它的价格不高，但是我也不会去花钱买一个对于自己没有什么效果的产品，我可能会去再尝试一些其他品牌的精华。这个呢就是契尔氏的美白精华，这个契尔氏美白精华呢也是很有名，很好用。我对于它的感觉呢就是还不错，但是你让我这么使劲的夸它呢，我也夸不出来，我只能感受到一点点它提亮的感觉。你如果说它美白多么的牛逼，
我觉得它是没有的。但如果你对于美白的诉求不是那么的高，你希望皮肤提亮的同时还有一些保湿效果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切尔氏的淡斑精华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如果你是一个美白狂人，你希望自己的皮肤白起来、亮起来、bling bling发光的话，那它可能就不是效果那么的明显，你可能要去使用一些其他的美白产品。我最近种草了 Pola 的美白精华，存钱我可能想要买一瓶来尝试一下，毕竟在冬天赶紧把自己美白起来，夏天才可以准备去好好的迎接阳光。这个呢是兰蔻的小黑瓶，这个小黑瓶呢好用，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太贵了。像我买的这一个小小的一瓶，用没有几次，我感觉它就没了。我是把它当做基底液来用的，就是洗完脸之后什么都不涂的情况下，先用它，我真的会感觉我后续的护肤品吸收的状况会好很多，而且我那段时间皮肤的状态啊，也感觉非常的稳定。我说不出来它具体的功效好到哪里，但是我在用它那段时间，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很舒服，没有什么让我烦恼的地方。所以如果我赚钱了，我应该会买一个大罐的在家里用。但是目前的情况的话，我可能是暂时不会回购它。这么一小罐20毫升的，我感觉没多久就把它用完了。你说买大罐的吧，一下子花那么100-200刀，我也是有点于心不忍。护肤清洁类的呢，就是以上那些，剩下的就是一些彩妆产品。彩妆产品我用的速度很慢，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些睫毛膏、眼线这一类的。我们接下来进入彩妆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资生堂的美妆蛋，这个是我在网上买那个资生堂随机应变气垫的时候，他送我的这个美妆蛋。我当时看这个美妆蛋，我觉得还挺好的，颜色也是我喜欢的，然后形状也是我喜欢的形状，我就特别开心，把它积满了水之后，就那一天兴高采烈的就想把它来上妆了。但是在它碰到我脸的那一瞬间，我整个心情就荡到了谷底。它几乎是把美妆蛋能有的缺点全部集为一体。它很硬，即使吸饱了水，它还是很硬，它就是一颗名副其实的石头。它砸在我脸上，我会感觉很疼。它非常的吸粉，我的粉底全部被它吸走了，我的脸上就是没有粉底，很神奇，全部跑到了这个美妆蛋里边，还非常的不均匀。所以你说这也很神奇啊，彩妆蛋这个东西其实不容易造的那么难用吧，但是资生堂却可以把所有的缺点全部集于一身，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你在买一些其他什么产品送了这个美妆蛋的话，不要用它，直接把它扔到一边，或者送给自己讨厌的人，它真的是太难用了。这个呢是 CanMake 的睫毛增长液，这个睫毛增长液我已经用完了2-3管吧。我之前在用的时候啊，我自己是感觉好像它挺好用的，没有发现什么缺点。但是我最近就偶尔会感觉自己的眼睛啊，就是眼角这里很痒，每天就想去揉眼睛。稍微查了一下，发现自己有一点倒睫，就是眼睫毛往眼睛里边长，就会磨着你的眼球，眼睛很难受、很疼、很痒。然后我就在想啊，我原本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我的倒睫会变得这么严重呢？经过我缜密的分析，还有精准的推断，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 CanMake 的睫毛增长液的问题，就是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增长睫毛的效果太好了，我的睫毛长得很强壮、很快速，所以导致我的眼睫毛一不小心就长了太多，往眼睛里边长了，倒睫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刚好我最后一支用完了，一直到现在停用了1-2个月的时间，我倒睫的情况基本上就没有了，平时眼睛也不会一直觉得很痒，想要去揉它。如果你睫毛是不会往里面生长，你想要睫毛长长的话，你可以使用它，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睫毛长长。但如果你像我一样，睫毛是会往眼睛里面生长的话，那你还是不要用什么睫毛增长液了，可能会得不偿失。接下来这5支全部都是睫毛膏。我发现我用的最快的彩妆就是睫毛膏，并不是说我用的多频繁，用的多少，就是睫毛膏这个东西啊，真的太容易，就是一段时间你不用它，它就干了，它就没有办法再用了。而且我是不喜欢用什么拯救睫毛膏的那种产品的滴进去，我觉得那样就这个东西就变质了，它就不是原本的它了，就不太好用了。我用完的这5支睫毛膏呢，分别来自2个国家3个不同的品牌，其中呢有2支是大名鼎鼎的 Kiss Me，
有2支呢是大名鼎鼎的 Innisfree， 还有1支呢是大名鼎鼎的 Etude House。他们3支都是大名鼎鼎，我也是看别人推荐种草了我才会去买嘛。如果它不有名的话，我基本上也是不会去下单的。你们看到我用了这么多，肯定就知道它们是很好用的。Kiss Me 的这个，它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包装了啊，现在是新的包装。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我就觉得旧包装的这个比新包装的好用，所以如果能买到旧包装的话，我肯定会去囤一些。然后 Etude House 的这一个呢，我觉得它的定型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刷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点，因为它有可能会让你的睫毛纠结在一起，有一点打架穿插的感觉。但如果你刷睫毛技术很不错的话，这个 Etude House 的这个睫毛膏它真的是很棒。Innisfree 的这个呢，我就是专门拿它来擦我的下睫毛。我曾经是很爱它的，因为我觉得它刷头小小的，来涂下睫毛也有一个根根分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已经心疲练了，我现在用的是 Uni 的那个细细的睫毛膏。哎呀，现在 Uni 的那一支已经代替了它，成为我心中的下睫毛睫毛膏 No.1。我应该暂时不会回购 Innisfree 的这个睫毛膏了。好了，这么快呢就来到最后一个产品了，我已经说的口干舌燥，快要不行了。最后一个呢就是 Dolly Wink 的染眉膏。我这个人对于染眉膏的要求其实不是特高，只要它能把我的眉毛染得均匀，跟我的发色统一，我就觉得 OK 了。我现在在用的是 Kiss Me 的那一个，然后我自己觉得挺好用的，而且我还回购囤货了。Dolly Wink 的这一个呢，我是在很多年以前买的，在我当年刚入彩妆坑的时候，我最爱的一个人，他就叫做易若毅，江湖人称次奖。那个时候他的品牌呢就是 Dolly Wink， 他出的假睫毛是最有名的，还有他的眼线笔呀、染眉膏啊、睫毛膏啊，就各种各样的产品，我基本上是出了我就会买。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基本上已经忘却了这个人，也不再用他的产品了。但是也不得不说，他的产品的质量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拿它这个染眉膏来说吧，是可以达到我的那些要求的，把眉毛染的颜色比较均匀，和我的发色比较统一。但是你说会不会回购它呢？我应该不会回购，因为我已经不是曾经的我了，我也不是那么喜欢次奖了。他出的产品呢，如果好用，非常好用，我可能会再买一些，但是我不会因为是他出的再去买了，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好啦，我一大筐的空瓶剂呢，终于和大家分享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通过我今天的视频种草或者是拔草呢？在这里呢，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可以暴富暴美，追星成功。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的话呢，请给我点个赞，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关注我的微博和 Instagram。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